获丰收。天哪，这得多少鱼！Yupi！ 咕咕咧咱咪识图的小可爱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Yupi，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现在我是在法国阿卡雄的皮拉大沙丘。说到阿卡雄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在哪儿但是提到《将爱进行到底》这部电视剧和电影，它的很多取景地就是在法国波尔多的阿卡雄。《将爱进行到底》这部电视剧呢，应该是很多80后和90初的小伙伴的爱情启蒙书了看过的请扣1，不是这个年代不知道什么鬼东西的请扣2。特别是我所在位置的皮拉沙丘是《将爱》这部电影的重要取景地皮拉沙丘呢是欧洲最高的沙丘，沙丘体积约6000万立方米，东西宽约500米，沙丘的海拔高度为106米。沙丘的一边呢是松树林，另外一边呢就是大西洋了。兄弟们，还记得《将爱进行到底》里的经典场景吗？这个时候 BGM 应该响起来了。等你爱我爱，干啥呀？我情绪酝酿好了，你咋摔了呢？你以为我是来寻找爱情的吗？不，我是来和法国渔民打鱼的。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2点半这个时候日头正上。今天我们要跟着出去的这艘渔船就在这里。On va aller relever les casiers à sèche. Mais c'est la fin de saison, donc il n'y en aura pas beaucoup. Demain, je retire les casiers pour les mettre à l'abri jusqu'à l'année prochaine. Et après, si le vent ne se lève pas trop, on posera un filet. 今天呢，主要是带大家感受一下在法国的这种手工渔民，他们怎么样去下网还有捕虾笼。但是呢，刚才渔民姐姐说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变化有点大，因为海上现在起风了，所以说这个网呢下不下现在不一定。渔民姐姐这一艘船呢叫老啾啾，啾啾的呢是怎么说呢？是他爸爸的名字的昵称然后这是他的第2艘船，所以呢，他为了致敬他的父亲，他父亲也是一个老渔民他为了致敬他的父亲呢，就给他取了一个老啾啾2号。像这样的小渔民呢，他们每一次出海他们所捕的鱼群呢，都是有目标鱼群的。其实这样的做法呢，对环境是更有好处的呀。Je pense pas qu'on pourra poser le filet aujourd'hui, il y a trop de vent. On va lever les casiers. Là c'est la carte, et là c'est la profondeur. 我们在收墨鱼笼之前呢，会经过一个蚝田所以现在船减速了。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视线看一下，在这边你看这样的木头的桩子就是生蚝田在这个海面的下面全都是蚝板。阿卡雄地区呢，它的生蚝养殖业是非常发达的呀。所有插上这种木头桩子的地方下面全都是生蚝。现在呢，我们就到了第一个笼子的位置这又是专业渔民的鱼笼和我们上次捕的那种玩票的地笼不太一样今天的主要目标鱼群呢，应该是墨鱼因为最近呢是墨鱼产卵的季节，所以在涨潮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墨鱼在这个地方来产卵哇，那么大的笼子，有装上什么吗？有一些海蜘蛛，有一个小的墨鱼，这个呢就是小墨鱼之前我赶海也遇到过。然后里面呢有一只小的蜘蛛蟹，但是它是不要的。在阿卡雄地区海湾里都是沙子，是很难出现龙虾呀，或者是大型的螃蟹的，就只有这种小的。小的海蜘蛛，渔民姐姐拿了一个小的海蜘蛛给我看大家看，这是海蜘蛛小的时候。第3笼上来了，这个是在换壳的海蜘蛛，看。全都是软的，这种海蜘蛛是要不了的。现在抓起来了2只墨鱼，这儿还有一个海马大家有看过活的海马吗？又是通的，渔民真的是看天吃饭大家看，在这个网上寄生的这些东西全是墨鱼的蛋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嘛，现在呢是墨鱼到这个海湾里产卵的季节有非常多这样的墨鱼蛋上来了第5笼。有一只比较大的海蜘蛛，这个是可以吃的，它的大小已经符合了可以抓走的标准但是呢，海蜘蛛呢是不太值钱的在超市里大约这样的海蜘蛛卖
概个8、9欧1公斤吧，差不多是非常便宜的一种海鲜。有一只很小的墨鱼。OK， 渔民姐姐说要注意啊，那个墨鱼会咬人的。好了，我放进去，有点害怕它喷墨。全都是这样的海蜘蛛啊，这还没我在布列塔尼捕的那么大呢。它们还是非常遵守规则的呀。海蜘蛛的大小哈，就是这么亮，竖着这么亮啊，要达到12厘米，你才能够拿走啊，才是符合吃的标准的。Et à la fin du travail。这一波的运气啊，非常不好啊！收了10个笼子，现在就收获了这么一点东西，5个墨鱼，然后2个这样的海蜘蛛。这个海蜘蛛的个头还不是很大，因为这个收获不太好啊。然后现在渔民姐姐呢，就去下一个站点啊，再收一下。像这样的渔船是烧油的呀，这么点收获，它连成本都是回不来的。当笼子拉上来啊，发现空军以后啊，渔民姐姐就会把这些空笼子再放下去。1天1收。现在呢，就要轮到我去拿那个浮漂了呀。哇！哎！现在呢，依旧是把这个线挂在上面，然后就重复刚才的操作，然后卷啊。好了，第1笼上来了。看看，哎呀，这什么也没有。这是我第1次啊结识到渔民啊。之前的渔民我结识到的大部分都是男性啊。什么都没有，完蛋了，全空军好吗？哎，那个紫色的是啥？哦，垃圾。啊，我这比我还惨呢，我感觉。渔民姐姐说这个东西是能吃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啥东西，有点像那种扇贝的样子。没啥，一只小的海蜘蛛，那都要不了。哦，这个上面好多，全都是这个贝。哇，这贝能长那么大，你看这个，大家看这个壳子啊，这是生蚝的壳啊，这个贝就寄生在这个壳上，这种小的咱就不要了。像长成这么大的哈，我们就可以一会儿拿过去吃。这一笼有什么？哇，抓起来了！哇，鱼！La poisson de Doha， Doha grise， 哇，这个就大喽！哇！而且它的颜色是这种蓝色的，叫灰色多宝鱼，这只也可以。哇，这个可以，哇，这个上面全都长着这个东西。哎，这儿还有个小的螃蟹，全都是寄居在里边的这种小螃蟹。啊，又是空军，有一只小的墨鱼，这个可以，看看。因为我是手，所以我不太怕。但是新手的话，抓墨鱼啊，一定要拿手套啊，否则它一抓住你了，里边它有嘴，它会咬你的。这就是今天全部的收获了啊，这么一点儿。渔民的生活其实就挺枯燥的呀，就是这样，重复一样的动作。Tu veux conduire le bateau？ 渔民小姐姐说：“来，让我体验一把开船的乐趣。”来吧，来吧，啊，多多，嘟嘟啊，怎么分？啊，这个类似于油门儿。Tu veux aller un peu plus vite？ Plus vite。C'est toi qui décides。这是我第1次开船啊，而且还是渔船，这个体验简直了。本来呢，今天风浪很大，渔民姐姐说是不放网的，因为风浪很大的时候，网下去以后啊，很容易勾底啊，就是勾到里边的石头。但是呢，为了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知道他们渔民是怎么操作的，他决定放一个快网下去啊。但是他说希望不大，但是希望大家看一下，就是法国这样的手工渔民，他们是怎么样去下网，然后怎么样去拉鱼的。像在法国这边捕鱼哈，渔网的网眼啊，还有长度啊，这些全都是有规定的，绝对不是说你想放多长就多长，你想放多大孔就多大孔。
他们的撒网逻辑呢是现在整个网哈成一个圆圈状哈，围着这个船。我们大概等5到10分钟以后哈，然后就从那个浮漂开始拉，然后从那个圈里出去，这属于是快网快收啊。小姐说今天风浪太大，很难拉到货，而且现在的潮汐已经是过了。就在法国哈，不管干什么，潮汐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赶海还是捕鱼啊。上了一只，哦，还不错啊，3条了，而且个头还挺大的。哦，又来了，大吗？这是？来了，又来一个，这不比放龙可香吗？我觉得。哇，又来了，咱其实就等了5分钟啊。如果这个网放久一点，应该能拉到不少。哇哦，大获丰收！天哪，这得多少鱼？就5分钟的网，我感觉现在起码已经上了大概10几条了吧，得有。又起了，哇！好了，结束了5分钟的快网，收获这一大滩鱼。现在渔民姐姐开始整理她的渔网。Là c'est une dorade marbrée。有没有小伙伴知道那个是什么鱼啊？这边叫多哈鱼，不知道国内这个鱼叫什么。鱼呢？鱼嘞！哦，我之前还以为是鲅呢，不是鲅，有点像我们那个叫什么鲤鱼吗？长得有点像鲤鱼，海鲤鱼吗？其实像法国人他们吃鱼啊，他们是吃的相对比较单一的，他们只吃一些比较固定的鱼种啊。Ça se vend très bien et il y en a pas mal dans le bassin. Et c'est très bon à manger. Parce qu'avec Oui, parce qu'elle est tigrée. elle est Elle est tigrée. marbrée, ouais. C'est pour ça il s'appelle. 很漂亮。Beau, hein? 对。放网一时爽啊！你看那5分钟下去，爽歪歪，然后再拉很多鱼上来，整理渔网可就没那么轻松了。Là, j'ai vraiment posé le filet aujourd'hui pour que vous voyez. Mais sinon, avec ce vent-là, je travaille pas les filets. Parce qu'on abîme trop le matériel. Mais normalement, je pose les 3. Ils font chacun 400 mètres. Et en tant que pêcheur professionnel, on a le droit de poser 1200 mètres de filet. 小姐姐，把我们刚才捕的那个扇贝啊，然后挖出来了，然后给我们吃一点。法国的很多海鲜呢，其实都是能够生吃的，因为这边的海的水质很好啊。这就是渔民的生活啊。有句话说得好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啊。捞起来就吃，好鲜。它里边有一种奶油状的一种东西，它吃进去以后，在你嘴里爆开以后，就觉得特别鲜甜。C'est trop bon. C'est bon, hein? Ouais. Les coquillages s'appellent des petoncles. 小姐姐还给我配了一些甜葡萄酒啊。像在法餐里呢，红肉呢一般就是配红酒啊，红肉就包括牛肉或者羊肉啊。白肉呢一般就是配白葡萄酒啊，白肉就是海鲜嘛。像这样的小渔民呢，他们所捕的鱼呢都是有固定的客户的哈，比如说一些餐馆，或者说一些当地的居民哈，会问他们当天捕了什么鱼，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渔民小姐姐开始清鱼了，因为今天这个客户就要求一定要把鱼清理干净啊。对于这种手工渔民来说就是这样，客户就是上帝啊，就他们的要求，这边一般都会提供满足。洗干净了。现在我们就回城了，准备。6岁了，你看别人好安静，看我那只疯狗。好了，跟着法国渔民出海打鱼的一天就愉快的结束了，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呢？其实像这样的手工渔民啊，他们每天的作息是非常繁忙的，因为除非天气不好啊，否则他们每天都会出海去捕鱼。像这个小姐姐呢，在阿卡雄地区呢，她是非常的出名啊，因为她是这一个地区唯一的一个女渔民啊，有很多法国电视台呢都对她进行过报道，人也非常的友善。刚才我走的时候还问我要不要拿2条鱼走。好了，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优品，每周日更新，别忘了转评赞3连哦，拜拜。更多有趣海外视频记得关注优品，每周日更新，别忘了转评赞3连哟。